Hello， 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要来讲5个拒买 iPhone 12的理由。好，喜欢这类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OK， 那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这个5个拒买 iPhone 12的理由呢？另外拍了一支5个必买 iPhone 12的理由，那当然就是从一个我自己本身是果粉，然后对我而言 ，iPhone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相机，所以在我看到相机有大升级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必买。但同时间我也听了非常多不同的意见，很多自己观众的分享啊，还有看了很多像美国 MKBHD 啊，或是其他 YouTuber 的分享，那他们对这一次 iPhone 12推出更新的看法。同时间我也让自己冷静下来，从一个如果我今天不在意相机的情况下，在其他升级的地方是不是有什么还不够，然后让你觉得不应该购买的理由。所以当然除了我自己的看法之外，我也会整一些其他人的意见，然后提出5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你不应该买 iPhone 12的理由。好，那第一就是刘海。OK， 好，那这个我了解，这个是非常多人痛恨的一点了，所以尤其是很多玩电动的观众都有跟我分享，觉得被踩一块，很多地方看不到，这个是有一点心里有点不太舒服。那或者是看影片的时候，那另一点就是说，这个刘海已经延伸了4代的设计了 ，OK， 然后更何况这一次 iPhone 12又是全新的设计，那为什么没有借着这次推出全新设计的时候，顺便把刘海稍微修剪或是缩小一点？所以某方面来说，虽然这个刘海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也能理解为什么隔了4代我们都还没有看到一点点进步。所以啊，在下面的留言你应该非常看到最多人讲的就是说还有刘海我就不换 ，OK，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最大的理由。好，那第二个。120 Hz Promotion， 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就先讲一下。现在我们一般的 iPhone。OK， 它上面的萤幕更新率都是60，就是每1秒有60次的更新。那现在很多 Android 的手机已经进步到90次、120次或144次。那这个更快的萤幕刷新率对我们使用者而言会有什么实际上的影响呢？其实很多在玩电动的人，他们对这个体验感会是最大。那你玩的电动，更尤其是那种需要很快速的手指去移动，需要看到画面很快的去动，像是射击游戏啊，或是那种抓音乐节拍的游戏，你的体验感会非常的明显。那这个当然就是我觉得一个最实际会有影响到的一个地方。那第二当然就是平常使用你去刷萤幕的时候可以看到它更滑顺的感觉，但是那个部分我个人就觉得是一个比较偏体验感的部分。那当然你如果已经习惯这种120 Hz 的体验感，你再回到60就会有一点困难。那以我们一般的 iPhone 使用者来讲，到目前为止都还是60 Hz， 所以你在体验感上面并不会有太大的感觉，除非你同时间你也有使用 iPad Pro。那在 iPad Pro 上面它是有支援120 Hz 的 Promotion， 个人觉得最实用的地方就是在你用 Apple Pencil 的时候画画。所以讲回来，很多人对今年没有120 Hz 的 iPhone 12是非常的失望。那同时间我也能了解，因为每个人使用电话的方式不一样，很多人玩电动的人就会觉得，我已经等那么久了，为什么今年还没有？那至于先前留言也有传出来说奇怪，零组件不够，明明就没有可能今年会有120 Hz， 那看来他也是说中了。对，那所以没有120 Hz Promotion 高刷新率的萤幕，就是第二个最大的原因，你不应该买今年的 iPhone 12。好，那第3个你不该买 iPhone 12的理由就是新一代的设计。在5个应该买 iPhone 12的理由，新一代的设计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让我想买新 iPhone 12一个最大的动力。但为什么它同时间也可能是让别人不想买 iPhone 12的原因呢？记不记得 iPhone 4代的天线门事件，还有 iPhone 6代的折断手机门事件，然后还有 iPhone 10。iPhone 10虽然没有什么很严重的什么门事件啊，但是前几批货我们都有看到，譬如说萤幕入尘啊、Face ID 的组件移位啊，然后故障啊，或者是 OLED 萤幕良率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有点被过度放大。但是以上几个事件的共通点是什么？对，就是从 iPhone 4它是一个全新设计的第一代， iPhone 6它也是一个全新设计的第一代， iPhone 10它也是一个全新设计的第一代。所以其实有蛮多人会因为它是全新设计的第一代而不去购买，先前很多人都是会等 S 版本或是第2代的版本。那这一点我也能了解，就像有人买车，他们就是坚决的不买第一代刚更新设计的车，他们觉得问题跟毛病会最多，然后大概到第2、第3代小改款的时候才会把这些问题慢慢的排除。所以这个多多少少是有点道理。那我个人的话，我是选择我会相信苹果的售后服务，真的碰到什么问题的话，我相信他们是会好好处理的。但同时间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别人不愿意买第1代更新设计的 iPhone。好，第4个理由就是疫情导致开发过程延后。OK， 因为这一次碰到这个疫情的原因，导致它整个开发量产的时间都向后推了不少。那从这一次上市的时间整个向后推，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有人就会觉得，这次的 iPhone 12是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感觉，好像缺这个缺那个。那更尤其如果你要买的是跟我一样是 Pro Max， 那或者是 Mini 的版本的话，那它上市的时间是延到将近11月中左右。那这个是第一批货。那像先前有人觉得不想买第一批货的人，他可能要等到
到第2、第3批，那可能12月之后，或者是明年1月，那你到那个时候拿到你的新电话，那这可能就会是你有史以来产品周期最短的一支 iPhone。那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12月或1月拿到你的新电话的时候，9月又要上市新的 iPhone 了，所以不管是在产品周期啊，还有就是将来的二手跌价率，也可能会是最快的一支。那当然对很多人而言，他觉得我都已经等到现在，然后他又少了一些我觉得必要的功能，那我不如就再等几个月，下一代又出了，那可能会再包含一些我比较期待，像120Hz 这些功能在里面。好，那我们现在来讲第5个不应该买 iPhone 12的理由，就是5G。那先前在5个应该买 iPhone 12的理由里面也有提到 5G， 那为什么 5G 也是一个你不应该买 iPhone 12的理由呢？因为这个重点还是要回到说美国以外的机种都没有毫米波 5G 在里面。那我也提到说毫米波的开发还没有很成熟，那很多地方根本还用不到，甚至是再来的几年。那为什么这个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因为美国的 iPhone 12都有毫米波，那其他地方都没有。可是它的价格却是一模一样，那就是说美国没有因为有毫米波付比较多的价格，那你在台湾买也没有因为少了毫米波这个 5G 的规格而付更少的价格，你完全是付一模一样的价格买到这支新的 iPhone。所以有非常多人就跟我讲说，我为什么要付一样的钱买一个被阉割的版本？那这个第一方面当然就是你可能自己心情的问题啦，就是说我付一样的钱，我干嘛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可以理解这一点，虽然说我觉得毫米波短时间根本还用不到。第二个原因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买手机会用很久的人，你不是一个会去追科技每年想要试新东西的人，再加上 iPhone 又非常的耐用，那我身边现在用4、5年以上 iPhone 的人也是大有人在，而且还蛮多的哦。所以如果你是买一支 iPhone 会用很久的人，那可能在5年之后有没有毫米波这件事情，对你而言可能就有很大体验上的差别。那另外一个原因，再加上先前新闻有流出来说，一个制作毫米波的组件商说，他笃定很铁定的说，如果今年 iPhone 12要有包含毫米波 5G 在里面的话，至少要等到12月中之后才有可能出货。那现在看来这个组件缺货也是真的 OK， 因为只有美国的版本有毫米波。那这样讲回来的话，就是说如果毫米波的组件明年供货稳定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是全系列不管你在的区域或国家都会有支援毫米波。那这种情况下已经差没有几个月了，很多人就觉得说，那我今年就不要买，我就等明年没有阉割 5G 版的 iPhone 出来之后再买就好。所以这个是第5个你不应该买 iPhone 12的理由。那说真的，结合以上种种的理由，那我觉得每个人提出来的其实都有他的道理在，因为每个人在意的点都不太一样嘛。像有人就是他一定要有120Hz，因为他有玩电动。那有人就是觉得说我很久才换一支 iPhone， 那我就要等到一个没有阉割版的出来。那有人就觉得说我不喜欢用第1代的设计，那各有各的道理。那我想听听看你们大家怎么想，因为我知道有非常多的观众看完今年的 iPhone 12发表，其实是有一点失望的，所以希望你们在下面留言，说出你们最大不想买今年 iPhone 12的理由是什么。OK， 好，那记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喜欢这类影片的话，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